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上一次苏狗16在改装 D15后达成双烤550瓦不降频的目标，但在 A12的表现上还是不是很好。那在侧板安装风扇也是满满的土炮拼装感，所以我又在想了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垂直风道，另外一个就是换后扇。那说到垂直风道，其实银星他自己之前也出过很多类似的产品，从 F1 到 LD03 这样子的小壳，这类的垂直风道的机箱产品，其实目前越来越少了。现在大家都是在比谁的风扇比较多，与其寄望热空气自然的热对流向上，增加风流多装风扇已经变成当今火力展示的现象。那我们要怎么把苏狗16装起来？你可以找个磁铁，或是用磁力挂钩当做脚座。拖来拖去，甚至它都还拖不掉，或者是找一个打孔磁铁锁在门把上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磁铁的脚架。那虽然苏狗16站起来还是一样立立方方的，不过还是可以验证这样子的风流散热有没有差。那如图所示，现在 A12已经变成垂直向下进气。那我们的测试依据也很简单，我先双烤半小时，看到温度稳定之后，我再转直立下来，然后再烧机10分钟。如果持续运作，它还可以降温，那应该就有很明显的差别了。那风扇的条件一样是 A12 全速2000转，公版的6800在1800转，室温已经到了30度，还是一样保持着 CPU 99度、GPU 81度、TJ 97度左右。那基本上温度没有任何改变，所以目前来看，直立风道对于这个机壳来说，散热无显著的差别。接下来换38mm 的后扇，转速是2200转，可以看到它的厚度明显有差。那在 A12 烧机半小时后，在室温30度下 ，CPU 单烤一样是89度，那声音上的差别如下。可以看到性能没有提升，而且声音还比较大。那当然，风扇有分风压取向跟风量取向。那风量这个部分比较极端的就是猫头鹰它的 S12A。那可以看到它这样子的扇叶设计跟自家的 A12就有很大的差别。这种扇不适合吹密集的散热片，却可以在开放空间下，在低转速带走大量的空气。那我们再把这个后扇装到机箱上，那你在双烤下 CPU 竟然比 A12 还要低了2度。我手放在上面，其实体感的风有稍微有感的差距，显然还是有一点用的。不过声音的表现毕竟就是差在那边。那往后如果有其他看到不错的后扇，像是 T30，我再陆续买来跟人家交流测试一下。那大家会避开把风压扇装在机壳上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是 Horace，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